这个是什么口味啊？它味道好重哦！来，好，我们来开场。好，大家好，我们是橘子树生活，陪你一起过生活。我是10，我曹操，我们的老大阿杰呢，他现在正在我们的桌子下面休息。他虎视眈眈，我们手上拿的零食，没错，因为我们刚刚喂完他，然后他现在还想再吃。没错，贪吃。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陆陆续续有另外一半，或者是有正在暧昧的对象。夏天是怎么样？可以？夏天是恋爱的季节，不是春天吗？你是说发春吗？两个不太一样，是这样吗？不晓得。于是呢，我今天就找了几篇有关于暧昧的文章，想和大家分享讨论一下。那第一篇的文章是暧昧的定义，原来暧昧还有定义哦。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怎么讲，问大家对于暧昧有没有一个客观的定义？比如说会约会几次，稳聊多久这种。一般来说，暧昧就是指和这个对象的关系不明，但十分在意对方的状况，很想知道对方对自己的看法。今天小弟和女友讨论到这个的时候，发现他们对于暧昧的客观行为定义上是有分歧的，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他们都同意可以从稳聊多久或者是单独吃饭的次数来判断说有没有暧昧，但对于时间跟次数他们是有分歧的。他们对于稳聊的定义是经常性的秒读秒回，且每天都会聊天。想问你笑什么？不是，如果光靠这个判断暧昧的话，太简单了。对，因为有些 brother，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讲话，我是不是在跟他暧昧看来你是海王呢。我继续讲完了，那他就问大家说，那想问看看大家以自己的经验来说，聊多久或是单独出去吃饭几次会开始觉得说这个是在暧昧呢？另外他还想问大家对于讲电话，他们认为是一件很暧昧的事情，那大家会觉得暧昧吗？曹操，你觉得暧昧的定义是什么？我觉得确实他前面讲的稳聊这件事情是可以作为一个你有没有在跟他暧昧的对依据哦。对，稳聊没错，我觉得是可以的。你的稳聊的定义是什么？跟他们一样吗？就是秒读秒回，然后每天都会聊天？秒读秒回我是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上班族然后你下了班，然后你剩下的是你的休息时间嘛，如果说你把你的休息时间挪了一部分出来给他，就为了跟他聊天，那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在暧昧。我觉得秒读秒回这件事情我比较没有，但每天聊天的话，我觉得可以是加分项。我对于暧昧定义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行为慢慢加分上去的。比如说可以肢体接触这件事情也是加分项，就是等于说可能 maybe 加个20分，可能有 20% 的成分有的暧昧咯。再来另外的20分可能是会主动的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事情日常，对，或者是关于自己个人的故事。然后下一个问题呢，他也有问说，就是认为讲电话会不会是一个很暧昧的行为？你觉得有吗？从我的角度来说啊，因为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讲电话的人，任何时刻我都可以避免掉讲电话这件事情，我就会把它避掉。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愿意为了一个人去call电话出去的话，我觉得他一定就是我的暧昧对象了，没错。也就是说你愿意接他的电话，或者是你主动打电话给对方，对，就是判断说这个人其实就是你的暧昧对象，没错，你才会这样做，其他人是不会接受的。没错。我自己的话比较偏否因为我会觉得讲电话算是其中一关吧，就是看看你这个人的口条能力，就是实际讲话的状况跟讯息是不是一样的，对吧？但我和你通电话不代表我跟你在暧昧，只是我们在认识的过程而已，更认识一个人的其中一个管道的感觉，没错。然后这篇文章底下也有很多留言也有在问说，你觉得暧昧可以试车吗？试车，等一下我厘清一下，试车的意思是汽车驾照，成年的那个试车吗？没错，开着我的大车，开着我的大车啊，那是什么歌？就是测试你们在繁殖能力上合不合。你好害羞，你好委婉的讲就是逼这样对啊，你觉得暧昧你会吗？或是你觉得需要吗？我觉得以现
现在他要开始委婉了，他在害羞了。我觉得以现在人的角度来说，确实是需要试车的。对，因为你不要就是说交往了，然后你才发现说哦不合怎么办呢？分手吗？这样也不对啊。交往之后才发现说哦不合，那你们就会面临到另外一个可能性，开放式关系。开放式关系又不是这么广泛的被人家接受，所以我觉得可以先试车。然后有试车代表说其实是有在暧昧的。如果这两个要挂钩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是。但你要怎么去区分就是暧昧对象跟约炮啊？我觉得就要讲清楚啊，因为现在有太多这种试一次结果晕船的。也就是你会提倡于是在做之前先跟大家讲清楚说我们这是在约炮还是这是在暧昧的试车。对，你好理工男哦，这样气氛就没了吧？哪有人直接这种讲白的就是直接摆明说我喜欢你我不喜欢你。没有啊，因为如果你今天是约，你就会直接说我是约啊。如果你只想约的话，你的心态上你会想要杜绝掉其他的麻烦。你就变成是现在讲清楚，才不会之后谁晕谁或是之后对，就是讲不清楚啊。最好是说你骗我的感情之类的。对，非常麻烦哦。你最好是拿一份自式合约出来啊，你说 A、B 合约吗之类的，一式两份这样子。暧昧会试车吗？我个人也是倾向于是会试车，因为我觉得性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在一段关系中。没错。对啊，所以我觉得试车其实没什么。我是觉得说啦，现今社会这么相对开放的风气下，性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阴暗面下的东西了，它就是一个生理需求啊，其实不用太。没错，大家坦白的拿出来讲，避免其他的不必要的麻烦。对啊，不然都不讲，然后别人也不知道，或是如果不讲清楚，或许麻烦更麻烦，玩弄我的感情。对啊。那你认为你对于暧昧还有交往的差别是在哪里啊？就是你的暧昧期间你能接受到哪些地方？拿试车这一个词来说，暧昧阶段就是在试车交往，你应该要把所有你在交往之后遇到的问题跟麻烦，你在暧昧阶段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试过一遍。我也觉得等于说暧昧跟交往期间的差别，我觉得是就是那个身份而已。没错。而且在暧昧期间我也觉得要把你所有的样貌都让对方看到，因为不然等你交往之后才发现，就是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太迟了。对啊，要怎样？要分手吗？不对啊。大家的确都很爱面子啊，就一开始在暧昧期间一定会有一些形象啊不想让别人知道但我觉得到暧昧的后期真的都要让对方知道会比较好。对，因为你如果会走到交往，就代表说理论上你要长跑了，那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戴了一个面具然后去面对对方，这样太累了。没错，如果他因为这样就离开你，其实这样也好，对，才不会接下来浪费更多时间。那再来第二篇文章，初恋的定义是什么？现在连初恋都还有定义了，这么麻烦。对啊，这篇文章就问大家说，平常都会听到初恋这个词，以下是常见的两种意思。第一种是第一次谈恋爱，然后第二个是第一次喜欢别人。然后他说他觉得通常初恋应该是指第二个吧，就是第一次喜欢别人，但跟朋友讨论的时候，多数人都说是第一个第一次谈恋爱。好奇大家对于这个词有什么看法？大家认为初恋应该是哪一个呢？然后留言我看到两个蛮有趣的，他有说第一次谈恋爱才叫初恋啊，第一次喜欢别人也可能是你家附近的大哥哥大姐姐，你的家教老师，这个怎么可以叫做初恋？然后第二个呢，他说我觉得初恋是讲到这个词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的人。那你呢？你的选择是哪一个？你觉得你的初恋会是选项一第一次谈恋爱，还是选项二第一次喜欢别人？我都不是。不然呢？我觉得初恋就是第一次怦然心动。你说坐云霄飞车吗？那个不是怦然心动，那个是吓死。因为喜欢别人，喜欢这个字在中文来说太广义了。我很喜欢我爸，我很喜欢我妈，哥哥姐姐。喜欢这个字太广义了，所以我觉得它不能作为初恋使用。那第一次谈恋爱，老实说我觉得在学生时期谈恋爱都不叫谈恋爱。我觉得那个就是探索而已，那个没有在谈恋爱了。所以你认为说你第一次谈恋爱的对象可能不是喜欢的对象，只是你不知道什么是喜欢，所以你跟他探索这样子。对，听起来好渣哦，海王因为那个时候是还在探索，说还在海王的时候，什么叫做谈恋爱，什么叫做交往。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就不懂。但是你接受跟他交往的时候，你不会有心动的感觉吗？不然你干嘛接受？你这样回想起来，哇，你的初恋要生气了原来你当初跟我是没有心动的感觉。没有关系，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初恋是谁。怦然心动的感觉。对，我觉得是怦然心动的感觉。所以你比较偏向于是一见钟情的那一派啊？我觉得有可能。
我自己的话好像是第一次喜欢别人，我应该是选项2，因为我第一次谈恋爱其实也有点像你讲的，就是也是还是在探索的过程，不知道什么是喜欢，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是第一次喜欢别人，那个人才是初恋。然后我在看这个文章的时候，意外的发现很多人都有在问说，你们有喜欢过老师吗？很多人的初恋反而是老师大家都那么会玩啊？不是他们喜欢就是暗恋啊，又不是真的跟他在一起。我看大家很多的解释，好像是因为老师有点像是比较能依托或依赖的对象嘛，所以大家会投注到更多的情感上。那你有吗？就比如说你有投射在哪一个比较2次元啊？如果真的要讲起来的话，我的初恋可能是谁？麻辣女孩，你知道吗？啊，她很爱吃辣。当然不是啊，反正她名称就叫麻辣女孩没。对，然后里面有个反派叫做不辣，姓田吗？不晓得那个是讲什么故事啊？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类似特工的角色，对，拯救世界、打击犯罪这样子。但我初恋是个反派，你也是玩得很开啊，还敢说别人啊？真会玩这样子。对啊，在小时候有看过那一部的，他的初恋就是那个反派反而是那个反派的人气比较旺。对，10有8九都是那个反派。原来从那个年代开始，大家喜欢的就是反派居多，就跟现在漫威大家也比较喜欢那个谁萨诺斯，对，我刚刚差点讲的萨泰尔，差太多。我自己的话好像也没有我对于老师没有什么太多的寄托，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教学者而已。我在想会不会是说，就是你投射情感到老师身上这件事情是有点类似于你相较于老师有一点相较于妈妈啊？什么意思？你对老师的感情有点像是你对于妈妈的感情，都是照顾的那个角色，对，照护者，没错，照护者。我在想为什么会有一些人他在课堂间会把老师叫成妈妈？哈？谁有吗？有，真的假的？这件事情啊，就是偶尔就是会出现这种事情。你说你吗？我是没有，所以他说妈妈这题数学怎么解？他说妈妈这样子。你们玩很开这个事情我真的在我求学阶段是真的有发生过的，情感的投射就是两个角色太过于相似了。对，没错我在查这个资料的时候也有看到另外一个词，你有听过断崖式暧昧吗？你说听过断崖式崩盘呢？你说虚拟货币吗？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篇文章怎么说。OK， 他在问大家说，大家你们有经历过断崖式的暧昧吗？就是那种极度暧昧之后，然后断崖式的冷淡，就好像你们明明没在一起过，但却经历了一场分手一样。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约会看电影吃饭，牵手啊等各种情侣的举动我们都做过了。在你以为即将顺利在一起之后，对方突然对你不理不睬，甚至是失踪了，而你没有任何的身份立场问他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断崖式暧昧有点像是前一秒我们都很好啊，好到像是已经是在一起的对象，就下一秒就是陌生人。这个有在暧昧吗？我觉得有但是他就是突然间不暧昧。不是啊，这个只有他在暧昧啊，没有啊，这个应该是断崖式单恋吧？没有，不一定啊，有可能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好，就是所以才是相处的像是交往对象，可是隔一天可能某一方突然间就冷淡了，或是消失了。没有，我觉得只是对方很会演戏而已，他就是个海王。这里的确是有一个可能，但我觉得也有一个可能是他可能看到了什么，而且像那个青蛙病还是什么汪子病，他们会瞬间蛙化，他们会瞬间蛙化，看到这个点发现说哇你竟然有，然后下一秒就整个说我爱情的感觉突然就没有，是真的有些人会是这种，对吧？然后我看到底下留言也有一些蛮有趣的，讲个残酷的现实，其实只是你不懂游戏规则罢了，单方面晕船就像你刚刚讲的那样，对方没有要确认关系就把所有情侣的事情做完，很明显就不是要认真在一起。然后第二则留言就是梦一场，还没确认关系前千万别做情侣会做的事情。他们讲这两个点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是有冲突到，因为我们两个都认为说暧昧期间其实就要把情侣的事情都做完，但他们说都不要，不然你觉得如果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呢？你也没办法跟他说什么，跟对方谈未来然后呢就是谈说你对金钱观也就是说你会再多讨论到关于未来的事情。没错。然后因为像他们就是只做情侣会做的事情，但情侣也会谈未来吧？如果他避而不谈就可能就是海王征兆。对，用这个去判断说他是跟你玩的还是他是认真想跟你在一起。的确知道蛮不错的。那你有经历过这种断崖式的暧昧吗？有
你说你对别人这样做，还是你经历过？不是我经历过，我经历过。难怪你刚刚一直说对方是海王，原来是有发生过。你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是说我单身10年。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会持续单身10年，就是因为这之间一直遇到断崖式的暧昧。没错。那你怎么还没有就是及时停损？因为没有幡然醒悟，然后没有从错误中学习。他们是做什么事情？跟你真的很好很好，你真的觉得正式挂名交往那种感觉，然后他就会突然不见。真的会这样啊？搞得好像他是什么诈骗集团。你怎么密他都不会回。对，甚至是真的有这种人哦，甚至是就是封锁，突然间就把你封锁了，什么都不讲的，无声无息。你遇到的都是这样吗？还是还有其他的类型？会有一些会跟你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到这里就好了。我觉得这个都算好，因为他讲清楚说，其实好像我们不适合在一起。对。但我觉得其实这些都还好。你只要不要遇到感情诈欺，其实我都觉得还行。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你遇到过？我没有，这是我看过故事。你说感情诈欺是他骗你钱，然后骗到钱之后就消失了？对，这种是最离谱的。我要玩你的感情，然后我还要骗你的钱。对啊，人财都两空哎，真的很不好。断崖式的暧昧，我自己好像是没有经历过，但我好像有对别人这样做过。因为毕竟暧昧期间就是在互相认识的过程，然后可能就是有发生一些挖话的现象，就发现说你竟然会做这种事情，那我就瞬间冷掉。但我不是直接把对方封锁，我会有2种做法。第一种是我会渐渐的淡掉。之前有阵子可能也会有点想逃避的心态，就想说如果直接封锁就什么都不讲，就不用尴尬啦干嘛的。还好你有讲后续，不然我就要直接骂了。大家都有就是有年轻的时候嘛，所以有时候还是有不会讲的时候但我是这几年也有就是会讲，因为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责任问题，对吧？有点像是对于这段关系的负责任的行为吗？或是证明说我是也有认真面对这段关系的。但很尴尬，就是讲的真的很尴尬，就很怕对方会不会受伤干嘛的但是又不讲，又浪费对方的时间。感情就是一口缸啊！你说草东的歌吗？就是那个缸，大染缸就是那个缸，没错。对，感情就是一口缸，然后是2个人投东西进去，他也投了，你也投了，可是你投到一半，你就会发现说，我真的不想投了，我想把剩下的收好。但对方也有投啊，他也有付出啊。如果对方再继续投的话，你就是在浪费他。要有一个告知，不然对方可能会继续投下去。对啊。所以你都没有对别人有这种断崖式的行为吗？不会。如果你今天遇到发现这个点了，确定说你们没办法在一起了，那接下来呢？对方如果还对你晕船，你可以慢慢降低那个频率。好，所以你也是缓缓淡出型。对，你真的没有办法开口，你可以慢慢的淡掉，而不是说人就突然不见了，非常不负责任。大家都是大人了，不需要这样子。愤怒满点耶那我们再看第4篇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讨论，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去思考的问题吧。就是大家觉得暧昧对象可以再当回朋友吗？他是说一开始他在追另外一半的时候，他很积极，虽然过程有点像是在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那时候他有问他说，如果我追你的话，你会答应吗？对方就说我需要再思考一阵子。到了现在，对方开始频繁的和他分享他自己的生活，但他反而越来越没有感觉了，就有点像是挖花现象那种感觉了。想问大家，这种状况要怎么处理呢？曾经暧昧过的对象能再当回朋友吗？然后底下留言也有说可以啊，我也是和暧昧对象摊牌后确定无法继续发展。他有截一个图，就是他们是怎么讲这些事情的。他很猛他直接就说我发现我们没办法在一起咯，我们就纯分享生活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示范，对啊，就是直球对决，可以当一个经典的正面教材。你觉得曾经暧昧过的对象可以再当回朋友吗？我觉得可以，但有一个前提，这一段暧昧关系不是一个不好的据点，即使是也是有一些情感基础的建立的。对。那如果你今天跟对方是淡掉的，甚至是反目的，那就不用。听起来这个也跟交往对象也有关系。如果交往的时候是比较凄惨的分掉，就也不用再当朋友了啊。对，还是你是都不能当朋友？不会啊，刚犹豫啦你是在说话，你是在做表面但我现在有一些就是曾经暧昧过的人，还是朋友，还蛮好的朋友。我好像也是因为我会觉得说能进到暧昧，彼此有一些点是十分认同啊，所以本来就是
有当朋友的可能。对啊，我也是像你一样，暧昧如果不要是很凄惨的分离，还是可以继续当朋友。然后你刚刚有说你分手后是能当朋友的，对不对？没错。你不会怕说可能你因为这样子走不出来？可是如果说你是跟他是一个好的结束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走不走出来的问题啊。不一定啊，搞不好你还在喜欢着他，但搞不好对方已经不喜欢你了。这个有点复杂。简单来说，你如果可以是一个好的句点的话，代表说你们彼此对于分开这件事情是没有歧义的。所以你们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束。就是说，如果对方还在爱的话，就不会接受你离开。对，或你还在爱的话，你就不会同意要分开来了啊。啊，是吗？不一定啊。啊，你说不要，但对方坚决要，那怎么办？你也只能说要啊。我觉得蛮多人不会这么理性的。你说你吗？哎呀，你是不是那个？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可以谈啊。那如果对方坚决要走，你要怎么办？ Let it go 啊。你还爱着他怎么办？你要怎么接受他离开？没办法怎么接受了吧？他要走他就走啊，他又不是你可以一辈子绑着他。对啊，所以我们真的就回到我刚刚讲的啊，就是对方想走，你也没办法说什么了。以我的状况来说，可能这样子我可以当朋友，但别人可能不行，因为那个就不是一个善终。哦，也就是说你能相信自己可以不会继续晕船。对哦，那如果真的你对于对方的离开有心生怨恨，你就给我想办法过得好一点，证明给他看说林北没有你也可以过得很快乐。那我听起来又有点愤怒的感觉。你是不是又有什么故事？你是不是有故事？没有，一定有。没没关系，我们在之后交往篇的时候，我们再讨论一下。今天是暧昧篇，我在查这篇的时候，也有看到一些留言问说，有些女生会不理解说，男生为什么要问他们说我可以追你吗？他们会觉得说，要追就追啊，问了就会冷掉什么的。那你会吗？你追人的时候会问对方说我可以追你吗？我不会问，但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问。所以你也能接受对方问？可以啊。那为什么你不问？因为我就不问了啊我就不问了。你是不敢问？我觉得也是啦，也是不敢问。那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会做一个先期的小小测试，就是你可以稍稍的丢球去确认对方接的状况，然后再去决定说你可能要不要多用力一点去追他这样子。对，所以我就不问。旁敲侧击啊，有一点类似，而非直球对决。对。我其实也能理解说为什么留言会说干嘛问了之后就冷掉那种感觉，因为我自己好像也会这样。别人如果问我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就是干嘛问之类的。好难伺候哦。不一样，那是一个题目级问题，好难讲哦。你就太理工男了。好啦，那今天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暧昧的故事啊或文章，哇，我今天对于暧昧又有不同的认知呢。什么断崖式的暧昧、初恋的定义、暧昧的定义，原来每个人对于暧昧的想法会这么的不一样欸。随着年龄渐长，我有越来越多的词要学。对，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是不是很爱定义东西啊，就是什么都要定义。他既然有定义的话，那不要有一个 SOP 啊。我先跟你暧昧，我们走一个流程，这样我们先把表列出来。其实还真的有这种东西。我的天，真的有这种暧昧 SOP 表。我的天啊，不要好无聊哦。对啊，那也想问看大家有经历过断崖式的暧昧吗？或是对于以上的文章有什么想法？就是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一下。我们除了 Podcast 之外，也会上传影片版到 YT， 搜寻橘子树生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对于今天的讨论有什么想法啊，或是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欢迎寄 Gmail 给我们。Gmail 的连结我们会放在主页下方。那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留下5颗星的评价，然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小铃铛。没错，开启小铃铛。那我们橘子树生活，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